Hello， 大家新年好，我是数码甲鱼。我把 iPhone 14 Pro 上祖传的 Lightning 充电口换成了主流的 C 口。那么手头上的这台就是 C 口的 iPhone 14 Pro， 我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，总体来说是非常的方便。我现在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满足所有设备的充电需求。现在新款的苹果设备，例如 MacBook、iPad， 都是用了 USB-C 的充电口，唯独 iPhone 依旧沿用着祖传的 Lightning 充电口。对于崇尚极简的苹果，混乱的充电设计显然是不太搭调。每一年都有新闻说，下一代 iPhone 要把祖传的 Lightning 尾插换成 USB-C 的尾插，但以苹果挤牙膏的做事方式，一直到 iPhone 14，依旧还没有换成主流的 C 口。欧盟那边终于有了新的规定，在2023年将会强制苹果手机使用 USB-C 的尾插，所以我现在算是提前体验了一波 iPhone 15。那么这台 C 口的 iPhone 14 Pro 里面的构造是怎么样的呢？接下来跟我一起去看一下，我是怎么样把这台 iPhone 14 Pro 完美的改成 C 口的吧。我们只需要设计一个 C 口母头转 Lightning 公头的快充转接器，就可以用 C 口数据线给 iPhone 进行充电。最后再做一个高度集成的快充转接板，移除排线上的 Lightning 母座，再连接上设计好的快充转接板，从而实现 C 口充电。刚好手头上有一台战损版的 XS Max， 那就先用它来验证一下电路吧。这是本次项目用到的快充协议芯片。然后这里先做了一个简单的双层板验证电路，暂时先用废线去连接电路板跟尾插排线，焊接好了以后，再把验证的板子装上机子进行测试，连上充电器，显示在充电，观察功率检测仪也是从5伏升到9伏，快充协议拨手成功，证明电路没有问题，数据连接也没有问题。在某宝上找到了非标间距 0.6 的软排线，装上测试同样可以充电，但由于它导线的截面积比较细，载流量比较小，导致快充电流上来时整根排线都会发热，所以我又在加力创上重新设计了一款软排线。验证好电路没问题，开始拆机。要做一台相对完美的 C 口 iPhone， 防水防尘方面当然不能马虎。对比了几款防水尾插，最后还是选择了三星的 A52 尾插，因为它体积小，易焊接，非常合适这个项目。防水尾插里面有防水隔板、防水导槽，导槽上还有一个密封胶圈。防水方案采用的是挤压防水圈，贴上密封圈，最后再上螺丝把电子固定，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密封的环境了。为了更好的了解防水手机的尾插结构，我特意买了几个中框用作参考。这是索尼大法的 XZP， 当年烟气火锅拿出来依旧能用的神机。当然三星也是防水领域的佼佼者，把它们的尾插部分都拆下来，再模仿它们的形状进行 3D 建模。经过7、8次迭代以后，终于做出了令人满意的 3D 模型。改进后的 3D 模型再用 CNC 加工，把尾插防水垫子做出来。Nice。确定了防水垫的大小，接下来就可以把原来的尾插孔用 CNC 进行扩孔处理。把尾插孔扩好以后，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是相当丝滑，越丝滑对后期的密封工作就越有帮助。把做好的垫子放进尾插孔，可以明显观察到这4颗螺丝孔位刚刚对得上，后期可以保证防水垫子的稳定性。拿出防水尾插进行挤压测试，密封圈刚好对得上防水垫的凹槽，最后还需要把尾插两端进行打磨处理。
在极小的空间，为了让元器件有更好的布局和更高的稳定性，我选择了加力创的4层板，同时采用了盘中孔加沉筋工艺。接下来对板支进行优雅的焊接处理。焊接防水尾擦，把定制的排线焊接上去。把原装排线的 Lighting 母座拆下，把尾擦板支的另一端焊接到原装排线上，最后再涂上主焊油墨，起到绝缘保护的作用。在尾擦涂一层防水胶，用螺丝固定尾擦垫子，在凹槽处再涂一层防水胶，最后把尾擦安装上，2颗大的固定螺丝刚好对得上 PCB 设计的预留孔位。最后再把扬声器给安装上，可以看到尾擦已经被牢牢的固定好。当然，改好以后也要把这些细节处理好，贴上原装电池胶。原装屏幕防水胶也给贴上，提高机子的防水防尘效果。好，安装好开机没问题，一次搞定。接下来进行下一步充电测试，用爱思助手进行连接测试，连接成功，证明数据传输没问题。点击验机报告，全部正常100分。Nice。用功率检测仪测试它的实际充电功率，记录电量从10%到80%的充电过程。iPhone 14支持 PD 2.0 协议，最高9伏3安27瓦的输入。为了提升电池饱和度，充电中前期相对较快，收尾一般较慢，因为大电流判停无法做到精细的控制截止。先快后慢的充电算法可以尽量提高电池的饱和度。这是充电数据的分析报告，可以看到已经拉满了9伏3安27瓦的 PDO 电力规格，前10分钟基本保持在20瓦。随着电池电量的增加，充电功率也随之减少，充到80%以后，电压降到5伏。根据苹果电池优化算法，当电量达到80%，会变成涓流充电，一直到电池充满。这样做提升了电池的饱和度，同时也减缓了电池的老化。经过3个月呕心沥血、经费爆炸，终于把这台 C 口的 iPhone 14 Pro 做出来了。在这里预测一下下一代的 iPhone， 以苹果挤牙膏的做事方式，我猜下一代 iPhone 15就跟我手头上的这台一样，充电口改成 C 口，外观保持不变，但是它的充电功率会有所提高。现在我手头上这台 iPhone 终究还是从 Lightning 尾插改成 C 口，它的充电功率依旧只有27瓦。但是明年换代以后，原生的 C 口将允许更高的充电功率和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。好，这就是本期所有的内容。言葉で神聖な恋